好，我们今天来简单讲一下为什么推荐新手玩家无脑选择优势火力学说或者决战计划学说。和这两个学说相比，机动作战还有人海都有它们的局限性。如果选择走机动作战，那我们肯定是要造装甲的，因为它大部分的 buff 都是加在装甲身上。但是对于新手来说是很少会大量制造装甲单位的。而且如果我们选择玩一些比较穷的国家，前期也很难造得起装甲，会导致我们很长一段时间学说都没有什么作用。然后就是人海的局限性，相较于其他三个学说，每个都有自己的突出点，人海就比较平庸了。而且它的这个学说主要是加在这个补给消耗和我们这个步兵营上面。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不玩带步兵营的编制，就非常亏了，会导致我们后期阵容升级有点乏力。然后就是补给消耗这个 buff， 虽然它非常有用，但是新手很少会造大量的部队堆在前线。如果这位新手玩家造了大量部队堆在前线了，那他也会因为搞不懂补给，导致补给消耗减了也白减。好，机动和人海的局限性讲完了，我们再来讲一下为什么要选择幽火。无脑选择幽火的理由很简单，因为它就是单纯的数值怪它直接给我们加 10% 的软攻。当我们对抗原版 AI 的时候，它有 90% 的部队都是步兵师，这种步兵师它的装甲率绝对不会超过 10%。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打这些步兵师就相当于是100%的软攻伤害，所以这 10% 的软攻加成就相当于给我们整体加了 10% 的攻击力。这种单纯的数值怪学说对于新手来说是非常友好的。然后再往下，我们肯定是选择幽火的右线。为什么选右线？也是因为它单纯的数值怪，它给我们所有的支援连加 25% 的软攻，还加了2次，相当于加了 50% 软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给部队加的支援连越多就越赚。如果大家想把这个学说利用到极致，可以装火炮支援连的情况下再装一个火箭炮，然后再装一些什么轻坦针之类的，都是能叠很多软攻的。虽然左边这个学说也是有数值，但是这个数值我们很难享受到，因为它单纯就是给牵引火炮加的。我们中后期多半要用这个中坦取代牵引火炮，会导致我们这个学说直接失效。不过官方为了强化这个学说，也给它加了一点协同性，有的时候作用还是挺大的。但综合考虑，它的适用性肯定是远不如我们直接点这个协调支援。然后再往下，这个就比较灵活了。如果玩家在学说点到后面的时候已经有实力做中坦了，那我们点左边是最赚的，依然是单纯的数值。然后再往下点，还能额外获得一个空优的 buff， 这个则需要我们飞机抢到制空权才能享受到。当我们玩的国家比较穷，没有办法大量的武装这个装甲的时候，就可以选择先走一下右线。右线也是单纯的数值，虽然加的不多，但是好歹它也加了，而且是给我们所有前线部队加的。如果后期装甲部队成型了，可以再选择转回去，还是非常灵活的。好，数值怪学说看完了，我们再来讲一下为什么要无脑选择决战。首先，决战的第一个学说就是绝对的新手福音，它能给我们直接加10点堑壕上限，这也是为什么决战是蹲坑最强学说的原因。当我们在原地防守的时候，每一点堑壕上限就相当于是 2% 的攻防加成，10点就相当于是 20% 的攻防加成。然后再往下就是计划加成上限了， 10% 的计划就相当于是 10% 的攻防突破全数值加成。这么一看，只要我们把计划攒满，也相当于是一个究极的数值怪学说了。然后第三个给我们加了 10% 的防御，依然是数值
对于我们前期防守来说也是有很大帮助的。然后第4个，10%的突破，5%的软攻仍然是数值。然后再来讲一下决战的分歧点，什么时候选择突袭，什么时候选择渗透。一般当我们选择大规模全线进攻的时候，决战左线是最佳的，因为它总共给我们额外提供了20%的计划加成上限，这边还额外给我们加了10%的协同性。在我们攒满计划的情况下，就相当于直接多了20%的攻防，20%的突破，还是非常离谱的。然后这边额外给我们陆军加的突破，给我们加的协同性，也是能让我们在短时间内能很快打出伤害的。当我们选择蹲坑防守或者小范围手动操作进攻的时候，渗透是比较好的。决战右为什么能玩？主要还是因为这个夜战。当我们在长期防守的情况下，会被敌军连续进攻好几天磨组织度，这时候我们这个夜战攻击就能拉满了。我们找一个存档看一下实际效果。现在是夜间，敌军直接减了50%的攻击，而我们只减了25%。硬攻也是一样的道理，不过防御并不受影响。如果我们进行长时间的进攻或者防守，就相当于我们每天12个小时都是能生效的。这种情况下，就相当于给我们加了12.5%的攻击已经比这个幽火的第一个学说给的还多了。比较有意思的是，幽火的右线2个学说加起来才10%的软攻，我们夜战一个就已经加这么多了，还是挺离谱的。可能有人会说，决战非常容易被压计划值，这个也是很好解决的。压计划值的前提是这个地区有间谍，如果我们这个地区被压计划值了，我们完全可以选择把这块地直接通过这个转交的方式送给盟友，这样的话这块地的间谍就会被弹走了，我们这个计划值就不会被压了。好，本期视频说到这儿，大家也应该明白为什么我推荐新手无脑选择幽火和决战了，因为他们就是纯纯的数值怪。像机动作战和人海都是需要我们一些操作的，这个只要点了我们就能享受到，不管怎么说都是赚的。或许有人会认为这个机动作战也是数值怪，它给的这个突破数值还有组织度都是特别多的，这个确实也有一定的道理。不过突破这个数值，它的作用就是进攻时的防御，并不能打在别人身上，所以当我们叠得非常高的时候，并没有什么额外的效果。而我们的攻击，我们的软攻叠得特别高的时候，就会破防了，破防则会造成更多的额外伤害。所以说两个数值是不能同日而语的。视频到这里也就结束了。如果大家觉得看完这个视频有所收获的话，也请简单投个硬币支持一下。如果大家还是觉得决战划线太麻烦的话，我后面也可以专门做一期视频给大家讲一下如何划线效果最好。如果实在懒得叠计划值，那还是无脑幽火吧。不过幽火的这个支援连也是可以叠的，我们只要把我们的部队宽度给它变小，这样师的数量变多了，可以加的支援连也同样变多了。